乌克兰的顿巴斯，一座已经丢给敌人的死城。废墟中间晃晃悠悠开进来一辆无人装甲车，他肚子里就夹着一样东西，乌克兰的一面国旗。车停下，一架无人机落上来，叼起旗，飞过空荡荡的街道，把旗压上了火车站烧秃的屋顶。咔嚓，照片拍好，往上一报，这座城还在我们手里。城是空的，兵撤光了，阵地丢干净了，可照片是真的。哪座城，谁下的令，这套把戏怎么一路瞒上去的，后头咱们细说。先说下面这件事儿，它跟这张照片是同一个病根。7月21号，基辅，泽连斯基把总司令瑟尔斯基撤了，换上德拉帕蒂。可这次撤换本来不是冲瑟尔斯基去的。5天前，7月16号，泽连斯基要撤的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，民调65%，比总统本人高出一截。按基辅这2年的老路数，谁民调高谁卷铺盖。2024年砍的那个扎卢日内，信任度高达94%，眼看刀落到费多罗夫脖子上，街头炸了。66岁的老兵翻出压箱底的军装重新穿上，现役军人从阵地开6个钟头的车往回赶，就为站到街上喊一句把费多罗夫还回来。5天硬生生把悬在半空的刀顶了回去，可刀已经出鞘，总得见血。7月21号，手起刀落，倒下的多了一个人，除了费多罗夫，还有全国只剩23%的人还信得过的总司令瑟尔斯基。有人要问，仗打到第5年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总统的刀怎么净往自己人身上招呼？答案难听，但也简单。他桌上摆着5盘棋，华盛顿一盘，欧洲一盘，北京一盘，莫斯科一盘。这4盘他一颗子都动不了，唯一还能落子的就剩最后一盘，砍自己的人。今儿咱们把这5盘棋连肉带血一盘一盘掀开，掀到最后您就明白，开头那面插在空城上的旗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窟窿。咱们把镜头倒回7月16号，基辅，一个刚被撤职的国防部长坐到一屋子记者面前。按官场的老规矩，这种场合该说场面话，感谢栽培，祝福继任。可是费多罗夫偏不，他掏出来的是一张账单，他把这支军队后台的烂账当着全国的面一笔一笔摊开了。您听听这账上都记了什么？军团改革改了个半拉子，一个军团底下挂5个旅，另一个挂12个旅，一样的牌子，家底儿差出1倍还多。一个营东拆一块，西借一块，拆到最后仗打砸了，想找个负责的人都找不着。指挥官走马灯似的，他这个国防部长半年里能动的人事3到5个，一个管着战争的部人事权比个县衙门还瘦。可这些都不算最狠的，最狠的是这句：乌军的伤亡数据早就做到了每天实时更新，谁的防区在流血，后台看得清清楚楚。可谁能领到无人机，谁能拿到补充兵，看的不是这些数字，看的是忠诚。他原话怎么说的？听话的有，不听话的没有。您咂摸一下，兵在前头拿命填数字，后头发货看的是战队。然后他说出了那个词，直译过来叫沉淀池，搁咱们这儿说就是废料池。这支军队处理能干人的工序是，一个人干出了成绩，上头先夸一句好样的，转脸就把他扔进池子里泡着。夸奖是唱给外人听的，池子才是真给你备下的。他当场点了一个名字，德拉帕蒂，第3次处分。处的什么分？记者会上没展开，可一个能打的将军攒下3张处分单，这件事本身就是那口池子存在的凭证。还有一层您得听仔细，费多罗夫没把话说成泼妇骂街，他先给瑟尔斯基记了功。2022年守基辅，打哈尔科夫，把俄军从科尔松赶出去，都有他的功劳。费多罗夫还承认自己搞完改革审计以后，主张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一起换掉。总统拍板保瑟尔斯基，他接受了，还试着配合。您看这个手法，先把对手的功劳摆上桌，再摊烂账。这么一看，就不能说费多罗夫的爆料是私人恩怨了。
光会摊账，街上站不了5天人。光会把事情抖露出来，老百姓不会上街抗议5天。当兵的这么不想让他下去，是因为费多罗夫手里还有一台机器，这台机器叫电子积分，前线打掉1辆坦克1门炮，战果核实就计分，攒够了分直接上军火商城下单，购买无人机、地面机器人、电子战设备。底子是他前任铺的，费多罗夫把它焊成了一条流水线。今年开年头几个月，部队用积分下的单就有140亿格里夫纳，18万多件装备。到6月，光无人机累计下单超过50万架。5月初，无人机防线的部队刚接近这套系统，不到2周，下单1.8亿格里夫纳。这台机器真正扎人的地方，是他把发货权从总参的人工表格里硬生生撬了出来。以前谁拿装备看名单后头那支笔，现在战果就是钱包，打得好就有货，谁也不用去求人。您想啊，衙门里最值钱的是什么？就是那支笔。有人造了台机器让那支笔作废，这人能有好下场吗？他任上最后推的那个无人机基线配发方案，审批走了一遭，他自己形容为4个月的地狱的流程，总算签令启动了。方案活了，可是推方案的人7月16号坐在了离任记者会上。说白了，费多罗夫攒的是一支未来的军队，战果就是钱包，打得好就有货。而总参那张看忠诚的表格是苏联时代传下来的老衙门。7月16号这一刀是旧时代的鬼魂掐住了未来机器的脖子。所以那5天，街头站着的人喊的不只是一个名字，他们怕的是人一走，这台按战果发货的机器跟着停摆，发货权再缩回那张看忠诚的表格里去。可这份怕到底有多实在，您得去看另一台机器，瑟尔斯基手里那台老机器这些年是怎么运转的。还记得开头那座插旗的死城吗？它有名字，西维尔斯克。2025年12月底，这座城丢了。打输一仗，战争里不稀奇，稀奇的是城丢了以后从里头查出来的东西。3名乌克兰军人后来对乌克兰真理报交了底，守城的2个旅往上报的阵地名单里，一个个据点都写着仍在据守，可实际上那些阵地早就空了。您先别急着骂旅长，真正瘆人的在后头。第11军团是定期派人下去检查的，就是防着下面报假，可检查组查了1次又1次，愣是没查出来阵地是空的。原来检查组下去时听的都是旅部的汇报，看的是旅部的报表，带路的还是旅部的人，汇报是编的，报表是假的，路线是挑好的。这查了等于没查。那城丢了之后怎么处理的呢？撤了2个旅长，第54机械化旅一个，第10山地突击旅一个。您再琢磨一层，底下人为什么不敢照实报？您回头看看那口沉淀池就明白了。这支军队里说实话的挨处分。好，现在说管这个大系统的人是总司令瑟尔斯基，出生在莫斯科东边的弗拉基米尔州。2024年初，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跑到他老家，挨家敲邻居的门，核实下来一条硬的，他父母和弟弟今天还住在俄罗斯。这事儿俄乌两边都拿来做过文章。可您听明白，瑟尔斯基真正的问题不在他生在哪儿，而在于他的治下，一座城的阵地空了。旅部汇报说还有人守着，军团的人一趟一趟下去查，一趟一趟被蒙回来。生在哪儿是命，他管理的系统烂成什么样才是他的账。这系统不光会捂窟窿，还会咬人，咬那个后来接他班的人德拉帕蒂。德拉帕蒂身边的军官对乌克兰媒体 Babel 说，瑟尔斯基1年里跑哈尔科夫方向见了一个又一个军团长，唯独德拉帕蒂一次没见，会面申请递上去，石沉大海。与此同时，德拉帕蒂辖区的兵力一队一队被抽走。德拉帕蒂问，上头回话就一句，有什么就拿什么打。另一家乌克兰媒体采访的军人说得更细，换帅前那2个月，德拉帕蒂的部队被查了7回，第8回已经在路上。
网上那些将领给瑟尔斯基站台的视频，有的是自发的，有的是上面要求的。您把这两笔摆一块看，报假账守空城的，系统护着他们，真刀真枪顶在前线的，系统一遍一遍拿放大镜照，这个系统的检查职能没坏，好使得很，就看对谁使。就这么个系统，全国还剩23%的人信他的总司令，街头抗议了5天才算把这位总司令撤下来。可您要以为砍一个瑟尔斯基就算捅到底了，那就把这潭水看浅了，往前倒2年。基辅还砍过一个人，民调94%，全国上下最受欢迎的。2022年9月，基辅深夜，前线的炮声还没停。这段旧事是扎卢日内今年2月自己向美联社抖出来的。他说，那天晚上几十号乌克兰安全局的人堵到了他办公室门口，奔着搜查来的。搜谁？搜的就是他，乌克兰军队的现役总司令。他没废话，抓起电话直拨总统府的大管家叶尔马克，就撂下一句，我已经叫增援进基辅了，我知道怎么打。安全局是听总统那边使唤的刀把子，增援是听总司令调遣的兵。扎卢日内那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，你敢派人动我，我的兵已经进城了，真动起手来，我比你在行。总统的人堵在门口，总司令的兵正在进城，两边要真在基辅街头撞上，开了火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那就是内战。仗打到第7个月，这个国家离内战这2个字就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。安全局那边一口咬死没搜过总司令办公室，他们的版本是那是一起有组织犯罪的调查，地址搞误会了。美联社2头都查了，查不出谁说的是真话。可美联社挖出来一个细节，比两边的口供都好看。那张搜查令名义上搜的是那栋楼里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，俱乐部员工作证，俱乐部在开战前就搬走了，搜一家2年前就人去楼空的脱衣舞俱乐部，搜到总司令备用指挥所的门口。那天晚上楼里还坐着10几个英国军官。这案子到今天3方各执一词，但有一条不用争。2022年秋天，总统的人和总司令的人已经在基辅城里互相亮过肌肉了，然后看刀什么时候落。2024年2月，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亮出来一组数字，扎卢日内信任度94%，泽连斯基64%。同一个月2月8号，扎卢日内被解除总司令职务，官方口径叫军队需要重启，是不是数字杀的人？这动机没人能给您写死。可接下来的工序您看着眼熟不眼熟？3月7号宣布他出任驻英国大使的人选，5月9号总统令签字，7月人到伦敦，外交口的人还体贴，劝他先花几个月把英语练好再走。官场处理功高震主的老配方，全世界一个抓法，一张体面的机票，信任度94%又怎么样？可扎卢日内真正的反击不是走不走，是他后来写下的一句话。2025年11月他披露，2023年底他让团队把总参谋部的指令翻了个底朝天，翻完发现这个国家打了快2年仗，竟然没有一份文件正式写明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。您听明白这个指控有多重？不是总统没有战略，是连赢字怎么写都没人定过。仗天天打，血天天流，图什么？纸上没有。五盘棋输赢先不论，就乌克兰这盘棋压根儿就没画终点。说到这儿，您以为规律齐了，谁民调高谁消失？且慢，还有一个人不合这个规律。情报总局的头子布达诺夫，民调62%，全国第3，他没消失，也没去当大使。2026年1月2号，他搬进了总统府，当上了总统办公室主任。刀够不着的人，请进屋里，搁在眼皮底下。今年7月最新的信任度榜是这么排的：扎卢日内70，费多罗夫65，布达诺夫62，泽连斯基59。总统在自己国家的民望榜上排第4，前3名，一个被送去了伦敦，一个刚被撤了职，一个就坐在他隔壁的办公室。
这才是基辅眼下最悬的一盘，最微妙的对手，不在总统府外面，在里面。对内的刀法您看全了，可一个总统为什么把刀口全留给自己人？因为桌上另外4盘棋他一颗子都捏不动。先看华盛顿那盘，那盘棋上摆着2个数字，375亿和4亿。这5盘棋咱们才掀了一半，您先喘口气，我说件正经事。老朋友都知道，我熬夜盯这些材料，案头离不开普瑞堂的玄宝黑参。6年根的参，古法9蒸9晒炮制出来，参味厚不燥。我自己的吃法很省事，一根切成片，泡水含着吃，一根吃一周。用脑多、气短、乏力的朋友值得试试。现在下单满500美元就送1根，上不封顶。结账记得用优惠码 GF， 全球包邮。链接就在置顶评论区。好，回棋盘。7月21号这一天，您得盯住了。3件事挤在同一天：基辅泽连斯基换帅，华盛顿参议院开听证会，布鲁塞尔欧盟统计局发债务公报，3张桌子同一天翻牌。先看华盛顿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把话挑明了，给美国军人保障排在给乌克兰军人保障前头。话不糙，账更直白，五角大楼自己报，伊朗那场仗已经烧掉大约375亿美元，还伸手要数百亿的追加拨款。同一张桌子上，一笔4亿美元的乌克兰安全援助款，2026财年国会批的，卡在程序里。参议员德宾当场发难，这笔钱被你们一路拖，实际上是要停放到2029财年，踢给下届总统。您把这2个数字搁一块掂掂，375亿说烧就烧，4亿走不出流程。这就是基辅在华盛顿的全部行情。还有更深的一层，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引内部人士爆料，五角大楼自己的导弹库存已经见紧，还把这事儿瞒着白宫不报。五角大楼跳出来否认，说没这回事儿，到底瞒没瞒两说。可您想一个理儿，家里弹药要是堆得满满的，谁吃饱了撑的去炒？有没有人瞒着库存见底？这架能炒起来，本身就说明一件事：美国自己的弹不宽裕了，还能匀出多少给基辅？再看欧洲，同一个7月21号，布鲁塞尔甩出一本账，欧盟27国欠债 15.7 万亿欧元，压在背上的债占到 GDP 的 82.9%， 去年年底是 81.8%， 还在往上爬。欧洲那帮老绅士不是不想掏钱，是每回要往基辅汇一笔，都得先在自家饭桌上打一架，这边养老金张着嘴，那边医院张着嘴，自己家的军费也张着嘴，债台一年比一年高，桌上的嘴一年比一年多，锅还是那口锅，基辅那只碗就顾不上了。第3盘，北京，这盘棋最阴，看总账唬不住人。2025年乌克兰全年进口848亿美元，中国占192亿，22.6%，第1名，但远不到一半。谁拿乌克兰一半东西中国造吓唬您，那是外行。可您把总表撕开，往品类里看，头皮就麻了。蓄电池7%-6%是中国的，电器部件8%-5%，发电机、变流器7%。您想想这个画面，乌军大兵在前线放飞无人机去炸俄军，那无人机肚子里发光供电的电池是中国产的，夜里阵地一断电，轰隆隆救命的发电机也是中国运来的。波兰智库算过一笔，光无人机和相关配件，乌克兰2025年就从中国进了约14亿美元的货。这是人家的输液管早就插进了你的血管，阀门攥在人家手心里，而北京是莫斯科的朋友。这盘棋泽连斯基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。第4盘，莫斯科，这盘棋对面正在加注。7月14号，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葵花籽油转运码头挨了打，25000吨油毁在罐里，粮商直接停了切尔诺莫斯科港的生意。7月19号，一艘挂几内亚比绍旗的货轮刚驶离敖德萨就被打，10名船员死在海上。7月20号夜里，
一艘利比里亚旗的液化气船，装着3790吨丙烷，从埃及开往乌克兰的雷尼港，在罗马尼亚外海20海里处被击中起火，3人受伤，1名船员没救回来。罗马尼亚总统说，初步判断这很可能跟俄罗斯这场战争有关，还在查。您注意那个数，20海里，火已经烧到北约国家的门口了。莫斯科哪来的底气？国际战略研究所估算，俄罗斯2025年军费1860亿美元，占 GDP 7.3%。同一家机构也警告，这么烧，俄国经济已经贴着产能的天花板了。可天花板归天花板，眼下这台机器烧得正旺。来，四盘棋马一落，华盛顿的钱卡在程序里，欧洲的钱压在债底下，北京的手攥着血管，莫斯科的火烧到了门口。四盘棋，4盘死局，一颗子都动不了。桌上还剩最后一盘活棋，砍自己人。所以7月21号那把刀落下来之后，真正的问题只剩一个，接刀的这个新司机是个什么人？这人2014年干过一件事，开着步战车把路障当跳台。2014年5月9号，马里乌波尔警察总部被亲俄武装围了，解围的装甲纵队里，第一辆步战车上坐着德拉帕蒂。司机看见前头1米多高的路障，回头请示，他就仨字：加油门。10几吨的步战车把路障当跳台，腾空冲了过去。这段视频今天还能翻出来看。同年8月4号，他带着约260名军人，30多辆车从边境的包围圈里趁夜杀出来。同一片地区，另一些部队是绕到俄罗斯境内撤的，出来时枪都被收了。这是他的第一面。第二面更值钱。2025年6月1号，俄军导弹砸了第239训练中心，13名新兵死了，近70人受伤。当天，时任陆军司令的德拉帕蒂递了辞呈，辞职信是公开的。他写：我没有压到位，没能改变这支部队对士兵生命的态度。相互包庇和有罪不罚是军队的毒药。您见过几个将军因为死的是新兵，错的是体系，把自己的乌纱帽先摘了的？泽连斯基没放他走，6月3号把他转任联合部队司令，然后他的权限被一步步压缩到哈尔科夫方向。再然后的事儿你已经听过了，备量1年见不着，总司令兵被抽走，2个月挨7回检查，一个肯为死掉的新兵摘帽子的人在那口沉淀池里泡着，顺手拆一颗假雷。网上流传一张照片，德拉帕蒂单膝跪在一个英国女人面前，俄罗斯宣传拿他当效忠洋主子的铁证。真相是2021年6月18号，他在英国作战战略课程拿了第1名，按仪式单膝领女王之剑，那一跪是军校状元的领奖姿势。造谣的人专挑最能打的咬，这条规律全世界通用。可您先别急着给新司机放鞭炮，有一颗冷钉子得钉在这儿。2004年，瑟尔斯基当第72旅旅长的时候，德拉帕蒂刚调进这个旅。22年后，昔日的部下接了昔日上司的总司令印把子，换的是司机，可是方向盘、变速箱还有那套专门怕报坏消息的仪表盘一件没换。西维尔斯克那套报喜的流水线不会因为换了个人就自己熄火。最后把开头欠您的那张照片补齐最后一块，下令的人。西维尔斯克丢的时候，上级已经知道成没了，命令还是压了下来，想办法把国旗升起来，于是才有了您开头看见的那一幕。宝贝无人车驮着旗穿过死城，无人机把旗压上火车站的屋顶，咔嚓，旗还在，城是空的，兵是撤光的。5天街头，基辅人把一把刀顶了回去，这在打仗的国家里算得上稀罕。您看看另外那些地方，将军一茬一茬的消失，街上连个咳嗽的都没有。哪天您再看见哪国的电视上一面旗升得特别高，特别齐整，您就想想西维尔斯克火车站的房顶，旗越是好看的地方，越得有人去问一句，旗底下还有没有人？能听到这儿的都是明白人，麻烦您动动手指，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转发一下，再点开小铃铛。您这一下
就是帮咱们冲破平台的限流，让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看到这些报表上看不到的真相。我是江峰，咱们下期接着拆。